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我在我们松林镇妙林村下边的一条河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。我准备呢走这个峡谷进去探寻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峡谷的风光是非常的漂亮哈。这里呢就是一条河流，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房子，好像是把这个水抽出去用的。这个边上有一股水，比较大的一股水。这一股水呢，是从里边的一个洞穴里边流出来的。我们听当地的老百姓传言呢，这个地方每逢天晴，就是长期的干旱或者下暴雨的时候呢，这股水呢，有时候会有鱼流出来，也就是说有鱼顺着这个水流出来，还蛮神奇的哈，只是说不容易见到。那么这里修这个房子呢，应该就是管这个饮用水的。这边呢是一条河流，那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峡谷进去探寻一下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毛的公路呢是顺着这个河流修到里边去的，修多远呢？我们现在暂且不清楚啊，反正我们就跟着往里边走了。这里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，大家看一下。边上一条清澈的河流，然后呢也有这样的路，越野车是可以往里边开的，但是有些地方恐怕也不太好过去啊，因为在夏季涨水的时候呢，这些路很有可能会被冲毁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比较邪门的一个山洞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一个斜斜的洞口，我之前好像进去过，里面有点吓人啊，它有那个石墙啊，那些什么东西的，看着反正阴森森的。这个洞口的树叶呢一直在那里晃，就是洞里面是有风吹出来的。我去过一次，走到里面把我吓一跳啊。这里就是河流，非常的漂亮，这样的峡谷风光大家可以看看，特别美啊。看看这个河流，特别的生态啊。然后这里有一种，我们这里叫水毛泡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，给大家看看。吃这个东西呢，不是一颗一颗的吃啊，你要一把一把的搞在这个手里面，这样来吃。这个水分是非常充足的，如果你口渴了，就可以在河边看到就可以采一点吃。这个东西应该会持续1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吃的哈，从现在开始。在峡谷这里有非常多神奇的东西，这边有一个洞穴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一个圆圆的洞口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圆孔洞，一直到进去的，然后就感觉有什么蛇呀龙住在里面这种感觉。而且像这个洞的话，到夏季涨洪水的时候，这个洞基本上可以达到满洞的水流出来，非常的神奇啊。但是没有人进去过，它是一个圆孔的形式，一直通向山里面去，有可能链接地心，对吧？走在这样的河边啊，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舒畅。真正的原生态的地方，几乎是没有人踏足的，特别美啊！这里面整片都是原生态的。大家看看，我是从那边来的。那么从这里上来呢，这里有一大片的这个悬崖。在大概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山洞的，它可以连通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山洞，包括这个位置呢也有一个山洞，只是全部被林覆盖了。那么上边有一个山洞呢是已经被政府给封掉了，里面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因为政府可能怕别人去那个地方盗取里面的一些石笋什么的，那所以是封住的啊。咱们这里根本看不到，全部是被这个树林覆盖了，已经封了好多年了。
整个这个地方呢，又有溶洞，又有河流，又有峡谷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开发旅游的哈。又特别的生态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继续这个小道，这里有一条小道，我们继续从这里上去啊。我现在从河边那里走过来，走到这个位置呢，大概已经走了20多30分钟。然后这个山上呢，有一独户人家，住着2位老人家哈。然后去年的时候呢，我到这里来过，但是今年再来呢，发现这里很多树林都长得特别漂亮啊，都长拢了。看这个路呢，好像走的人很少很少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好多的五倍子树啊。这边这个崖壁下边也是非常多的五倍子树，也就是我们书名中讲的盐夫子树。这个上面呢会结一种果，奇形怪状的果，就叫做五倍子，也是一种中药材，山里面非常多。到下半年的时候的话，就有一些村民会到山里面去采这种野果。在山里步行上坡的话还是比较累的，走一会儿的话就感觉要流汗哦。你看我们走在路上都发现非常多的中药材，像现在这种就是中药材，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，大家有认识的吗？这个也是中药材，就是采上面这个花朵，然后拿来卖啊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大家认识这种是什么东西吗？地里都种了，这个应该是高粱吧，玉米还是高粱？这玉米和高粱苗特别小的时候分辨不出来啊，看看，还种有地。这个灰灰菜看到吗？人可以吃的灰灰菜。你们这2天到山里面，如果看到人家地里有这个菜的，大家可以去采回去，然后用那个开水烫一烫，然后再用凉水把它过一下，就可以拿来蘸辣椒吃了。你们在做啥子啊？哦呀，哎呀，耶，2个老人家呀，走哪个路？你们是他的小孩小的是吧？哦，走。你们在这来帮他把这包裹整了。你是在哪儿的吗？哦，来路，对，我听他谈过的。那你们自己的活儿要干的，他这里忙的时候要来帮他哈。哎，你们是几姊妹？我都搞忘了。3姊妹。他你肯另外一个。我们2姐呀。啊，你们经常都在这儿来哟？啊。就一干活儿的时候来。应该。今年到这里啊。今年都在这里。这庄稼地在你们做的现在呢？哦，我说。你这些全部种的高粱啊？是跟他们定了的吗？是定了的呀。好多钱就5块吗？10块吗？4块6哈。我现在呢，已经从那户人家下来，在河边了。为啥呢？在那里跟那个叔叔阿姨交流了一下啊。之前呢，大家知道那户人家是2个老人家居住，那么在这里的这个阿姨呢是那2个老人家的小女儿，还有她的女婿。那么现在2位老人家呢是在2女儿那儿去玩去了。那他们2个人呢是在这里，做这个土地啊，种的是高粱。那高粱呢，大概4块多已经可以种2000多斤出来，大概这个地方也可以收入一点。那么，因为交流的不多，然后我就开始放这个无人机啊。大家可以看这里环境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又在这个离河不远的这个山上，整个风光无限好，对吧？那么正在我们这个拍摄无人机的这个途中呢，这个阿姨的她儿子呢也回来帮忙了，但是呢，他的态度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友好，所以呢后面就没有拍摄。因为这2个老人家他们是3个女儿，所以以后呢可能就是把这2个老人家要接走，不让他住在这个深山里边了。他们的意思呢是有意可以把这个地方出租啊，有人看中了，想到这儿来养一点东西也好，隐居也好都可以。你们如果看中呢，可以跟着这个地址过来，然后在这个河边问一下这个
下游的这一些人家呢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啊。